快点快点啊！只要你们乖乖听话，日后自能活命。若是想要使诈逃跑，可别怪姑奶奶不客气了。装什么死啊！起来！这老东西还真的死了。丢回坟堆吧，埋深一点，莫要被人发现了。是。哼，路途迢迢，就算行进再慢，只怕也慢不过这些老不死的速度。传令下去，改道归来庄。归来庄？他们可是答应了？当然是有条件的。他们不是想要菩提心经吗？将来若能抓到西南府的小王爷，丢给他审问2天便有了。要我费什么心？教主睿智。即刻动身。赶了这么多时日的路，身上都要臭了。还有气息。段念，王爷，快马将老人送回大雁城，交给楚皇处理，他自会明白。是。那王爷呢？本王还要走一趟归来庄。晋江文学城，与笑蓝山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北斗企鹅工作室制作，广播剧《帝王攻略》第8期。老人家，老人家，这是何处啊？你们莫不是也要害我？老人家不要怕，这里是大雁城。老人家，这是咱们大楚的皇上，可不是坏人。皇上，参见。老人家不必多礼，刚服过药，还要好好休息才是。这几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您只管说出来便是，朕自会替你做主。老朽是城中一名手艺人，无儿无女，才被善堂收留。妖女，老朽只记得恍惚间被迷烟熏了过去，醒来之后便已经在城外一处山洞中。有人来问我们，谁会制千回环？可这千回环，莫说是做过了，大家伙连听都没听说过。即使不会，为何魔教还要将诸位带走？我们说不会，他们便拔刀要杀人。有人受了惊吓，就说能试试。大家伙便又稀里糊涂的都跟着点头，只想先保命要紧。况且听说木痴子也被他们抓了，说不定当真能做出来。木痴老人，他也同你们在一处？这倒没见着，只是听说了。木痴子和大家伙可不一样，他会些功夫，又只对暗器感兴趣，研究了一辈子机关，九玄机里的暗器便是出自他的手。那些人可曾说起过，木痴老人现在何处？没有，只说过几日便能见到人，让我们不要多问。过几日就能见到，看来尚且还没带出这燕云州。皇上，老朽求皇上救救大家伙，老朽感激不尽。老人家放心，既是我大楚子民，朕绝不会袖手旁观。朕已派人跟踪魔教，一定会将大家救出来的。
站住！哼，来这里找谁？西南王。老木匠们都关在归来庄里了，西南王威胁我做什么？你似乎没有听清本王的问题。找木痴老人。天差教为何要抓他？教主想要制出一门暗器，名叫千回环，而木痴老人是这世间最好的工匠。蓝姬为何想要制出千回环？教主遇到一位异人，称自己握有能令女子肌肤回春的奇药，但要拿千回环交换。他说，这世间知晓千回环的人，只有木痴老人。还当是有什么敛财之道，却是为了张方子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那人戴着一张鬼面具，左手肌肤幼嫩如同少年，右手却布满沟壑，如同老者一般。他给了教主半年时间，说一旦拿到千回环，便去王城找他。教主一心只想求药方，却不知原来段王也想要人。那间木屋里关的就是木痴臭老头。段白月，快放开我！我凭什么信你的话？段白月，怎么是你来搅局？是你放的火吗？哼，蓝教主，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原来之前也是你，哼，来得正好，新仇旧怨，今天本教主都跟你算清楚。把木痴老头交出来！冤枉啊，教主大人，我也是刚到现场。把老娘的珍藏还回来！更冤枉了，当时可是你赶我走的，教主大人。把菩提心经交出来！青蓝色的图腾怎么会？这便是你想要的菩提心经。妖儿从没练过，一直就找错了人。不可能！西南王，饶命！饶命啊！魔教作恶多端，你本不该有活路。今日让你有机会将功补过，去把那些老人带出来。是，谢西南王大发慈悲，我立刻去。大人，坊间都已经传开了，说善堂的老人被西南魔教偷梁换柱，都还活着呢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为什么没人告知本官一声？养你们都是死的吗？废物东西！大人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不知道皇上查出我和天差教的交易没有？若是没有，至多官降一品，罚几年俸禄就是了。若是还皇上口谕，拿下徐知秋。你们休要放肆！徐爱卿，别来无恙啊！皇上，城外山上的金库正要充公，爱卿该是没什么意见吧？啊，是臣，罪臣没意见。西南王还是学不会走正门啊！明晃晃的银子冲入国库，楚皇看上去心情不错。看来本王不在的时候，一切顺利。哼，那是自然。听四喜说，你去了归来庄，蓝姬如何了？吃了我一掌，坠下万丈悬崖，想来难逃一死。天差教事已了，那徐知秋可招了？
他什么都说了，包括暗通魔教，制造鬼木匣，同南阳私相授受，敛取钱财。那鬼木匣呢？连天宇都未曾见过，图纸又是从何而来的？据称是徐知秋花重金从一名疯疯癫癫的老人手中购得。疯疯癫癫，会不会是木痴老人？朕也在想，除他之外，这武林之中应该没有第二人。和蓝姬过招之前，天岔教的人说，木痴老人已从被关押的木屋中逃走。但有他们的人在外，那木屋不可能平白无故起大火，倒更有可能是被人暗中劫走，再放火掩人耳目。木痴老人暂且不论，此番善堂内的老者能安然而归，全仰仗西南府。是西南府，还是西南王啊？西南府。若下回再有圣旨吩咐，记得给西南府，不要给西南王。给瑶儿。那瑶儿怕是会被吓哭啊。又怎么了？哎，说真的，你觉得有谁会想要绑架木痴老人啊？机关暗器，江湖中人人都想要，说不准。我去隔壁一下。好。怎么了？无妨，小事。我先扶你去榻上。多谢。这南前辈到底教了你什么功夫啊？内伤为何如此严重？没办法，我爹没找好师傅，小半辈子算是赔进去了。若经常如此，那朕派人去江南接小景过来。不是病，就算有神医也没用。不如多喝些热水。再胡言乱语，为你喝顶红吃。是真的，口渴。那我叫四喜送茶过来，你先好好休息。好。皇上，王爷他没事吧？应当没事，多休息一阵便会好。朕写一封书信，已令人快马加鞭，送去江南日月山庄，交给沈千峰，不得延误。是，老奴领旨。属下见过王爷，王爷恕罪，属下是来给王爷送药的，10万火急。什么药？南师傅刚派人送来，说是沐浴时加在水中，对您好。且慢，南师傅说了，务必要加。南师傅还说，若是王爷不肯加，那便吃了也一样。哼，你可以走了。可南师傅会宰了属下的。本王就不能宰了你吗？王爷饶命啊！退下吧。还有一件事。再多言一句，那瓶药你去捡回来吃了。若是王爷方才肯装手脚无力，或许楚皇就更能念及王爷辛苦。王爷饶命，属下告退。为何不歇着？染了风寒还需躺上2日，何况是受了内伤。一件事，说完我便去休息。说吧。是关于千回环，听上去是件了不起的武器，比起鬼木匣来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所以呢？如今木痴老人生死未卜，下落不明，
只怕在他出现之前，这千回环也只能成为永远的秘密。还有一个人，虽然不会做，却也必然知道其中奥妙。天岔教的那个买主，哼，正是他。既然愿意买，便说明至少知道此物用途。据天岔教所言，他此时应当在王城。那又如何？哼，西南王要去王城，需要向哪位大人报备啊？朕准你进京了吗？哼，准了，我便光明正大的去；不准，我便偷偷摸摸的去。反正先前也不是没抗旨去过，西南府一向谋逆犯上，不差这一回。有袅袅炊烟，3、4万同房之愿。烈袖泼墨一卷，而情至深处，画中你与我比肩。写过诗句百篇，经已忘年。树儿梅花开满天，恰好这个世界，恰好的一切，黄土把夜笑谈间。此生缘风沙，地也千古未平。抬头是天星月圆，山河如画，唐突了离别。雨落心中之前，别虚透窗沿。重逢是否能预言？半月千里冬天，想起了思念，不急不缓这缠绵。夜半钟声遥远，困于山巅。铁甲战双人无眠，恰好风吹了叶，恰好的满园，3000情丝绕指尖。此生缘